听说昨夜霍大人连侯府的府兵都审了，整整审了一夜呢。没有狮子殿下和安阳侯府的准许，霍怀信是万万不敢如此大刀阔斧的。希望早点找到那个人吧，我现在想起来还后背发凉呢。大呼小叫，成何体统？真没规矩。我的人有没有规矩，还不劳霍公子费心。清秀娘子，如此对我，可还是记恨当日解除婚约之事啊？请问霍公子是有盖世之才，还是德厚流光啊？凭什么认为那婚约值得我放在心上？今日你我不妨明言，那日霍夫人向我祖母再提婚约，我已回绝了。且晚在此，特意感谢霍公子当日不娶之恩。别！霍公子，叶某正欲接九娘子为大长公主复诊，不想在此巧遇，不知九娘子是否方便？很是方便，还请劳烦世子殿下相送。请。霍公子劳累了一夜，也早些回去休息。是，不辛苦。经过昨夜审问，宋国公府与侯府的府兵皆没有左撇子，且可以互证清白。昨夜也有侯府的下人，可以证实窗前一直有魏延之练字的身影。我也着重搜查过他的书房，桌上有未干的笔墨，还有淋了一半的字帖。不能再在此事上纠缠了。万一是行凶人故布疑阵，拖延时间，只怕尸身败坏严重，会损失很多线索。你为大长公主复诊结束，咱们就出发去义庄验尸。好。自从那个秦府的扫把星成了府里的常客，咱这府里就没清静过。谁说不是呢？病的病，死的死。听说呀，那宋家娘子就是被他给克死的。真的吗？殿下，竟敢在背后非议大长公主的救命恩人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殿下饶命！奴婢们也是听宋国公府的人都这么说，一时迷了心窍才跟着人家学舌。白风，将他们交由夫人处置。是。我现在可以确定，行凶人与宋国公府脱不了干系。若说那晚在梅园装神弄鬼是为了把我吓跑，那今日这些谣言，则是想挑拨侯府对我的信任。宋国公府的人对我如此忌惮，想必那尸身定有古怪之处。看来他们已视你为眼中钉，你岂不是很危险？自古邪不压正，只要让真相大白于世，我又有何可惧？殿下可有不适？是民女僭越了，前面就是大长公主的院子，殿下不必相送。娘子，殿下还站在那儿看你呢。我刚就不该给他好位，一时之间竟对他少了戒备，果然测出他还未信任我。娘子，我觉得他可能不是怀疑你，他……别回头，对他还是要警惕些。等大长公主病情稳定，咱们就离开阳侯府。九娘子，拿着。殿下这是何意？拿着吧，一点心意。美女愧不敢受。我曾怀疑你救治大长公主是为了贪图富贵，如今你不顾猜忌再救大长公主于生死，又何愧之有？拿着吧。美女谢过殿下。娘子，要不先打开看看？
这是鹿皮做的手套，这手套可比你以前那副好多了，鹿皮还能隔水呢。素问9针，连药王一脉都只传下了7针而已。世子殿下送你这份礼物，真是花了大心思。大心思。他如此费尽心机的对我，所图必然不小。莫非他是想让我去朔西做军医？不行，这会影响回京大计，我必须找个机会拒绝他。九娘子对礼物可还满意？殿下所赠正是民女求而不得的心仪之物，民女实在不舍得退还，只能忝为受之。多谢殿下慷慨相赠。九娘子觉得好用就行，还请九娘子好好检验。你看，他果然对我另有所图。父亲，许河已经安排好了，你先进去避避雨吧。我在等候高人。多谢世子殿下。殿下，怎么会是他？绝不可能！父亲，您所说的高人就是秦九，他跟那宅女子怎么能懂得验尸？父亲别被他骗了。犬子不懂事，世子殿下，九娘子莫怪，莫怪。霍公子，秦九娘子是否真的懂验尸，自有我做担保。无妨，民女稍事准备，大人请自便。福临，箱子，你在这儿等我。走。哎，父亲，我不信。秦九一个小小的孤女，从哪儿学的验尸啊？你闭嘴吧！你信不信有什么用？那是我亲眼所见，否则我怎么会让你娘去提亲啊？我不管他为什么，反正就算他跪下来求我，我也绝不会娶她。哎呦，他要是真把安阳侯府的案子给破了，倒是你想娶都娶不上。快些过回去吧。我偏不回去，我今天非要看看这个秦九到底是何等高人。齿痕，宋娘子出嫁前，可能与人有了私情。啊，许哥，啊什么？出去！私情？你可确定？九娘子，有些话可不能乱讲啊。二位请看，这是陈旧疤痕，从胃腐烂的地方可以看出，上下黑点呈半月形对称分布，上方的黑点较下方大而长，是因为人的上牙较下牙大且排列松散，损伤更重。这是咬痕，乃人齿所致的挫裂伤。就算是人咬的，也可能是女子之间打闹留下的。男子与女子下颌宽度不同，若是打斗所致，死者必定会反抗躲避，伤势和位置都会不同。是啊，再说宋柔是宋国公的掌上明珠，府上无人敢惹，更遑论咬伤至此。就凭一个咬痕就断定宋柔与有私情，这也太草率了。还有白痴乙。
白痴以靠抚木为生，鲜少攻击活物。只有死者曾裸身躺在蚁窝附近，才有可能在其私处发现白痴蚁。你说他会不会是被胁迫的呢？被胁迫为何不示警？真当宋家侍卫是死的吗？成亲当日，死者坐在喜轿中，被抬入荆州城。只有趁前夜休憩时，方可行事。若非亲近之人，他为何要在夜间独自前往榕树林？宋娘子如此惨死，庞大的宋家队伍为何无一人察觉？甚至还有人在侯府企图装神弄鬼，扰乱我心智，应该都是宋家人所为。你说会不会是下面的人为逃避护送不利之罪，多方遮掩，也是难免的呀？大人所虑也不无道理。民女恳请霍大人准许剖尸检验，以找到确凿证据。什么？剖尸检验？万万不可！万万不可！那宋国公他绝不会同意的。霍知府，宋柔在几个月前就该进居备嫁了吧？若是宋柔婚前失贞，却还要嫁于安阳侯府，宋国公这是将安阳侯府的脸面置于何地，将圣意置于何地？此事事关重大，霍知府为官多年，该怎么做还用我教吗？我现在就重新排查宋家诸人，劝魏延之首肯剖尸检验。下官告退。此番宋国公与安阳侯府恐难善了，在未剖验之前，还请亲旧娘子切勿将宋柔可能失贞之事外传。漏露所言示状者，杖100。民女虽非官役，但也知检验条例，殿下多虑了。徐仵作，将尸身连同长案一同放入空棺内，在尸身四周放满花椒和木炭后封棺，在棺椁周围多加冰盆，延缓尸身腐烂，以备3检查验。是。还有，让京城的人着重查访宋府后宅。后宅？莫非那宋柔不规劝？看来得把你送回新兵营重学规矩了。主子饶命，属下宁可跑荆州10圈，也舍不得离开主子啊！你说是不是？哼哼。九娘子慢走。白将军有要事回避，别打扰他。想不到除我之外，嘴甜手狠的白将军，竟另有忌惮之人。主子，你就别叫我将军了，你都叫到我腿软了。剖尸！哎呀，霍大人，您知道我的难处，如此，实是无法跟国公爷交代。这此案不破，国公爷、侯爷，甚至你我，都无法向圣上交代。大人所言甚是，但是……我找到案发现场了，在哪里？就在十里庙的驿站。正如卷男子所说，驿站旁边的确有榕树林。我们在一处僻静的枯枝堆旁发现了血迹，可找到小柔的头颅？没有。我们找遍了整个山林，也没有发现。会不会被野物叼走了？十里庙是离荆州最近的驿站，人员来往众多，除非难以捕食的寒冬腊月，野物不会出现在此。也有可能是被凶手带走了。但凶手要逃可有什么用啊？也许是为了掩盖证据。是在下失职。魏府尉，还请你尽快让宋国公与我手书一封。毕竟，不论同意剖尸与否，我可都是要向圣上和安阳侯府交代的。在下告辞。殿下，你这一招可真是太高了！有了宋国公的手谕，之前下官因验而不验之罪就全归宋国公了。徐宇宗师定因验而不验为违制之罪，是为了约束验官，敷衍色泽，嫌慢了事。大人岂能为有了托辞而如此欣喜？哎呀，儿啊，以后还是以课业为重。秦婉这个高枝儿，太
太高，咱攀不上啊。福陵，上车，回安阳侯府。惹九娘子生气了，看样子气不轻啊。你欠的绕荆州10圈，这就开始吧。不是，主子，那这恕属下泣血相告，这小娘子生气了，得赶紧哄回来，隔了夜就哄不回来了。九娘子，九娘子，九娘子方才可是责怪我用宋国公的手书替霍怀信开脱？正是，霍大人虽为国公府事大，若有世子殿下施压，他未必不敢担当。你以为霍怀信怕的只是剖尸之责？他怕的是你真的找到了证据，让宋荣私通之事事发，宋国公会迁怒于他。那世子殿下为何还要纵容霍大人推脱其责？难道人命之重，竟比不上一顶官帽重要吗？因为你验出了齿痕。圣上已亲自过问此案，虽说齿痕并不能当作宋柔私通的确凿证据，可也足以令人生疑。我若是将复检验状与宋国公的手术一同呈上，圣上定会怀疑宋国公刻意阻挠检验。若圣上下旨严查，宋国公又能如何？民女方才错怪殿下了，自请处罚。不必，我只不过是顺势而为，算不得什么。不过，我倒是希望九娘子日后能够对我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我总是觉得魏延之有些嫌疑，他方才看似伤心欲绝，却连我的双眼都不敢直视。我会派人去盯着他，是否真的给宋国公送信。明日是15，有游园灯会，他尚不知我已验出宋娘子有私情一事，恳请殿下放出消息，就说几日之后我要3检。明日灯会我会引他出来，看他是否想借机除掉我。你何必以身涉险？找个安阳侯府的舞婢替你。魏延之若真是凶手，没有真儿，他怎会上当？殿下明日派人跟着我就好，告辞。